1962年国庆节第二天，尼赫鲁代表印度向中国宣战。毛主席听了后十分惊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500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就没有交恶过，这是往日无怨。在刚刚过去的50年代，中印关系友好，两国高层经常互访，从来没有发生过纷争，这是今日无仇。中印算得上都是受尽殖民者欺负的难兄难弟，虽然都取得了独立，但是百废待兴，都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面，没有必要。再说在中印边境，我方所处位置都比印度高，兵戎相见，占尽居高临下的地利优势。毛主席想了10天10夜，也没有找到印度悍然挑衅中国的理由。毛主席宁愿相信尼赫鲁这是在开国际玩笑。10天后，尼赫鲁再次宣称清除我边境军队。又过了2天，印度国防部长竟然叫嚣要同中国打到弹尽人绝。虽然印度高层喊打声一片，但是我国却并不愿意把印度当成敌人。自1959年以来，印度就一直在边界线上小打小闹，我国总是用外交方法来处理。当年11月份，周总理亲自给尼赫鲁写信，希望中印双方顾全大局，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线问题。为了表示诚意，周总理第2年还亲自带队到新德里访问，就相关问题同尼赫鲁磋商。但是尼赫鲁也不知道是哪根神经搭错了，仍然一意孤行。到1962年10月17日和18日，印军竟然向边界线东段和西段的我军进行了炮击，大规模冲突爆发。20日印军再次攻击后，我军眼看战争无法避免，才开始了自卫还击。10月24日，我国在东西线军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停止进攻，然后通电印度，希望双方停火，不要将事态扩大。印方坚决不同意，双方只好继续打。打到第2个月21号，我军再次取得全面胜利，我国政府再次宣布停战，并把部队撤了回来。随后，我军释放了印军战俘，退回了缴获的印军坦克、飞机、汽车和枪炮弹药等军用物资，再次向印度释放我国的善意。我国彼时因为刚刚经历了3年严重的自然灾害，随后又同苏联反目，苏联逼迫我国立即还清债务，所以我国希望全力发展经济，不希望同印度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另外，在军事上，我国还面临3个方面的压力：苏联在北方虎视眈眈，美国纠结日本在东海搞小动作，蒋介石在台湾伺机反扑。中印摩擦发生后，苏联不仅专门为印度培训军事指挥人员，还援助了印度15个空军师和陆军师的军事装备。美国和英国也把自己的老旧武器送给了印度，印度用这些武器装备了18个步兵旅。战争爆发后，美苏英等都拉偏架站在了印度一边，因此印度对这次失败一直耿耿于怀。我国同印度的梁子就算结下了。也许印度是想出一口62年的恶气，战败后就日益亲近苏联，苏联也正好需要一个帮手来对付中国和美国，于是对印度鼎力相助。苏联开始援助印度枪炮坦克，甚至连战斗机和导弹都给安排上了。为了能够更好地扶持印度，苏联把 T-72坦克和米格21战斗机的维修厂和生产线建设到了印度国内。印度这样对苏联武器的单一依靠，为日后被俄罗斯坑害埋下了伏笔。卖军火也好，建军工厂也罢，都需要钱。当时印度穷得叮当响，苏联十分大方，要么赊欠给印度，要么贷款给印度。最后，印度欠下了苏联140多亿卢布的巨债，相当于140亿美元。我国则开始同美西方交好。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欧美不再对中国军售限制，我国购买了诸如新柏林、海响尾蛇、卢瓦尔和 L7 型线膛炮等先进武器，不仅充实了我军装备，也为日后研究奠定了基础。加上我国自有的2弹1星，高层意识到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不会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快速转向发展国民经济。里根总统的侵华政策正好给我国创造了一个改革开放外部环境。随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经济正式融入了全球经济。在经济上同中国差了10万8千里的印度，想从军事上找回场子，印度真是瞌睡来了遇到枕头。正好在2004年俄总统访问印度时，说可以送印度1艘航母。印度满心欢喜，白送的东西怎么能够不要呢？立即就接受了俄总统的好意，
俄总统话锋一转，这艘航母需要维修一下，你们先把这维修废除了吧。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答应俄总理先支付 8.7 亿美元的维修费。俄总统再一次贴心地为印度好，建议印度再多花 5.3 亿美元，这样就可以在这艘航母上搭载最先进的米格 29K 舰载机。双方签订合同后，印度立即就向俄罗斯支付了15亿美元。俄罗斯承诺在2008年完成所有的工作，到时印度就可以接手这一艘航母了。印度此时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掉进了陷阱。俄罗斯即将送给印度的这艘航母叫戈尔什科夫，在10年前因为一次锅炉爆炸事故就几乎被炸废了。俄罗斯专家经过论证，修复是可以修复，但是要花很大一笔钱。彼时苏联刚解体不久，俄罗斯接手的烂摊子到处都要用钱，没有钱来维修。这时印度主动找到俄罗斯，要归还欠苏联的140亿美元债务的余额。之前印度用小麦抵扣了20亿，苏联给减免了20亿，还要还俄罗斯100亿。100亿美元对彼时的俄罗斯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巨款。俄罗斯高兴坏了，但是等印度把钱划到俄罗斯账户上时，俄罗斯高层却气得七窍生烟。原来印度归还俄罗斯的是100亿卢布，这时的卢布要200多才能换到1美元了，也就是说，印度相当于只还了俄罗斯400多万美元。这很难把责任归咎到印度头上，毕竟同苏联签的合同就是用的卢布。叶利钦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吞，含泪收下了印度的好意。俄罗斯认为这是印度有意坑自己，把这笔账给印度记上了，决定以后寻找机会找印度算账。当俄罗斯看到印度对航母几乎陷入到痴迷时，就拿出戈尔什科夫和搭载最先进的米格 29K 舰载机做诱饵，印度果然上钩了。时间很快就到了2008年，印度向俄方索要航母，俄方说先前的15亿美元已经用完了，工程完工了1半多，没钱了，已经停工了，剩下的工程还需要13亿美元。这下轮到印度总理辛格七窍生烟了。辛格对俄罗斯进行强烈谴责后，扬言将放弃这艘航母。梅德韦杰夫一点也不急，说印度不要就算了，俄罗斯自己加点钱维修好自己用。辛格一听，觉得印度亏大了，白白花钱帮俄罗斯增加了一艘航母，只好同意再支付13亿美元。俄罗斯一看印度的钱这么好骗，又对印度说，我们联合开发一款最新的战斗机苏57吧，费用各承担1半。航母的事情已经被俄罗斯坑了，印度应该不会再上当吧？然而印度还是上当了，一是因为印度此前的武器几乎清一色苏制，没有别的选择，二是印度认为俄罗斯不会再次坑自己。2012年，中俄开启联合军演，印度知道后十分不满，但是先还是看看航母再说。结果俄方说还差2亿美元才能把动力系统修好。此时的印度已经没法回头了，28亿美元已经投下去了，这区区2亿美元只能咬咬牙给了。第2年，印度拿到了这艘航母。印度对修复的戈尔什科夫进行试运行，结果发现到处都是毛病，几乎就是一个摆设。更令印度咬牙切齿的是，为这艘破船花出去的钱已经远远超出了买一艘新航母的钱了。不过印度忍了，把希望寄托在苏57上面。印度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是俄罗斯给他们挖的更大的一个坑。2014年，苏57原型机开始不停地试飞，印度认为曙光已经在前面了。虽然6月份发生了起火现象，印度也认为这是一个小插曲。第2年，俄罗斯专门成立了苏57飞行大队，还告诉印度，第一批苏57马上就要在俄空天军服役了。印度认为自己的美梦就要实现了，50多亿美元没有白花呀。但是印度也发现越来越不对劲了，在研发方面，印度专家的参与度几乎只有1成左右，而完整的图纸却从来没有见到过。对于苏57原型机，俄罗斯只让印度人远远地观看，也从来不让印度人靠近。印度终于忍不下去了，在2018年不惜损失50亿美元终止了同俄罗斯的这个合作。自己被俄罗斯连续坑2次，而俄罗斯同中国的联合军演却一直如火如荼。印度认为是中国导致了印度在俄罗斯面前失宠，对中国怀恨在心。印度在俄罗斯吃尽苦头后，开始投靠美国，希望在美国的帮助下强大起来，再找中国出一口恶气。
俄罗斯那边也挺有意思，轻轻松松就从印度这里骗去上100亿美元后，又没有钱了，于是希望从印度这里再搞一点。俄罗斯对印度说，这次不骗你，你拿点钱出来，我们联合研发苏75，这一次印度还会不会上当呢？东方俄罗斯在坑印度，西方的美国看在眼里，乐在心上。2010年，奥巴马给印度抛来了一支无法拒绝的橄榄枝，帮助印度入常。虽然印度自己也觉得入常这是不怎么靠谱，二战后的秩序就是5常维持的，自己不可能插一脚进去，但是这种美国提出的虚荣还是可以吹好几年的。奥巴马也不是口惠而不至，同时宣布对印度军售解禁，马上签订了一个21亿美元的军售大单。当8架 P-81在印度土地上落地时，印度顿觉美国才是好兄弟，俄罗斯就是大骗子。此后，美国的各种先进武器卖到了印度。美国从印度被俄罗斯讹诈的事件当中看出来，印度希望提高自己的国防工业自主能力，于是对印度的军事技术援助也打开了大门。美国的军工技术比俄罗斯高了很多，加上印度本来就对苏75的技术表示怀疑，就更加认为俄罗斯这次给自己挖的坑比前2次还大，决定不跳坑了。美国给印度这么多好处，显然就是让印度与中国为敌，牵制中国的发展。为了使印度起到更好的牵制作用，美国还进行了制造业产业链转移。全世界大量的制造业开始从中国走向印度，印度的经济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富强起来的印度就像一个土财主一样，开始在中国面前显摆。中国对这个得意洋洋的土财主却并不放在眼里，这有4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中印是近邻，大家没有必要交恶，中印假如大打出手就是让仇者快的事情。其次是军事层面，我国在几十年前先干趴美国后打痛苏联，印度更是被收拾得满地找牙，今天已经更强大了，美俄都在走下坡路，印度与中国的军事实力还差10万8千里呢。第三是经济方面，中国距离超过美国仅仅是一步之遥，而印度同中国中间还隔着日本、英国和德国呢，只有中国的1/5不到，不止差了10万8千里。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外交层面上，中美、中俄、中欧关系要远远高于中印关系，中国只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几大关系上面，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理会印度。说的再直白一点，印度再怎么敌视中国，对中国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中国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同印度计较。西方人突然发现，似乎中国人对世界大战的理解与他们不一样，每一次的战争都曾改变局势的发展，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承担着决定重新分配利益主导权的作用。战争的双方往往是代表了2个利益团体的剧烈碰撞。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战争的背后都是国家力量的不断转变。在人类的历史上，迄今为止已经发生了2场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将2次世界大战视为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2次世界大战之中，多国剧烈冲突，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损伤，人类文明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但是随着近年来西方人的研究不断深入，他们发现中西方对于曾经深刻改变世界的世界大战的认识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于西方而言，世界大战的爆发无非就是世界主导权的重新洗牌。在西方世界中，有着一个共同的精神主体——基督教，在所谓上帝的光环下，都可以算上帝的子民。在有着共同精神文明内核的前提下，不同国家之间都将彼此视为自己人，无论战争发生到何种境地，总是有重归于好的那一天。特别是在新教的影响下产生的对资本的无限追求，成为了世界利益不断划分的精神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某种侧面可以看作是亲戚间的战斗。当时欧洲的主体国家元首中，英国、德国、俄国等国家元首之间存在着血缘的纽带，几方的领袖都有着共同的先祖。从这种关系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家庭纠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对于一战后强制剥削的报复。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导致了英法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发展困境。兼之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英法恨不得榨干德国人的骨髓，以满足自身的国家秩序。所以德国再次发动战争，很大的程度是源于对英法的仇恨。但是追究其本质，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因为国家间利益分配的不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德国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在之前丧失了对于全球殖民地的划分，而德国工业的发展使得德国觊觎英国庞大殖民地带来的低价原料和庞大市场，所以
欧洲新旧势力的王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针对重新瓜分世界的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集团就是试图在欧洲和亚洲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经济联合体。德国在战胜法国之后，在实现国家复仇后，并没有吞并法国，反而试图拉拢维希法国加入轴心国集体。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在建立以日本为绝对领导的亚洲统一体，而建立联合体的核心目的，就是实现内部的经济发展。所以，本质上西方人眼中的世界大战就是权益的重新分配，而在共同的基督教文化下，各国之间对于战争造成的对立并不敏感。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深刻反思战争之后，依然能够被西方接纳，同时成为欧盟建立的主导国家。中国眼中的战争，民族救亡图存。对于中国而言，世界大战就是列强试图重新分配在华利益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核心主题就是救亡与图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清代的闭关锁国造成了中国的长期落后，这也给列强侵略中国带来了便利。在列强的轮番侵略下，中国成为了他们的商品倾销地。事实上，中国也曾试图利用世界大战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政府就曾争论是否要派遣军队参与欧洲战场，最终的决定是派遣劳工。但是在中国劳工付出了巨大的汗水和牺牲后，在巴黎和会上，列强撕毁了战时的协议，将中国的利益重新瓜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中规定了中美双方开放市场和港口。当时的中国是完全没有能力进入美国市场，这个所谓的双方开放，实质上就是中国对美国完全敞开大门，这就是实质上的帝国主义。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没有强烈参与到世界大战中，自然也就没有权利参与利益分配。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劳工冒着炮火，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保证了英法两国的物资供应和工事修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牵制了日本大量兵力，使得日本不得不延长战线。中国对世界大战的胜利付出不可忽视，而西方的认知更多是源于精神和文化的偏见。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在信仰上始终是外人，西方信仰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并不被接纳。对于那时的中国人而言，基督教中宣传的原罪教义，对于信奉清白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说，西方人眼中世界大战只是基督教国家内部的纷争，而对于中国来说，世界大战就是灭族亡种的斗争。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世界大战的差异所在，帝国与国家治理观念的不同定义。中西方对于世界大战的不同认知，原因是多样的，而在其中，中西方对于帝国不同的认知与国家治理的不同理念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西方的语境下，帝国是一种核心模式，比如罗马帝国，核心地区就是生活在罗马的人民。对于帝国而言，维护的只有核心群体的利益，而帝国的边缘地区和外部都是可以用来剥削和牺牲的。在这种观念下，再去看世界大战，西方人眼中除了本土外，殖民地的一切都是消耗品，为了维护帝国核心利益存在就应该做出牺牲。这种意识形态也延续到了现在。美国不断的提高日韩缴纳的驻军费用，就是牺牲边缘地区的一种行为。中国则是全然不同。中国的观点下，帝国一旦形成，就需要平等的对待所有的成员。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处于统治核心区的中原会源源不断地向边缘地区输血，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生产工具，这也促进了中国边缘地区的开发。这种态度也延续至今，主导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程。所以，中西方的文化中存在着合作共赢与赢家通吃的本质差异，这也是中西方在处理国际问题上所折射出的不同举措。世界变局已经开始，中国在未来需要利用好这种差异，我们不能再低头做事，更要做好宣传，将这种中西差异更多地展示在世界舞台，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